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DOTA 2》新手节视频。咱们先来看一个大哥亚巴顿啊，这个是亚头打的一个大哥亚巴顿的一个第一视角。亚巴顿这个英雄，说实话，其实我更喜欢用它来打辅助啊，因为我真的觉得亚巴顿打辅助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自己玩的时候，亚巴顿打辅助基本上就没有输过。但是亚巴顿这个英雄吧，他就是只有一个问题啊，就打大哥只有一个问题，跟咱们之前讲的亚特打夜魔那一期非常的类似，就是他的刷钱能力是有些欠缺的，或者说非常慢的，所以说导致他可能在逆风局啊容易打不出声音来，所以说大家打这个英雄的时候要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些思路跟打法，就是他的优势不是在于跟对方对刷。然后呢，靠装备取胜，因为咱们之前讲过很多的英雄，就比如像什么炼金呀，对吧？斯温呀、露娜呀，这种或者说是怎么说的矮人直升机诸如此类的英雄，这些英雄都有超强的刷钱能力，他们这个英雄打法在路人局中是统一的，就是说我通过兑现积攒起一点基础的装备啊，有一个刷钱装，甚至有些英雄不用刷钱装，有等级就直接启动，对吧？然后就进入一种癫狂的刷钱模式啊，刷的飞快，然后刷个15-20分钟，然后有个2件套或者3件套出来一波那个大崩对面，这个是很多英雄的一个惯用套路。然后你学会了之后可以使用这些类似的英雄去玩比赛，但是大哥亚巴顿他就跟那个夜魔是一个概念的，他是那种前中期打架非常强的英雄，然后呢，有了装备厉害那个，但是呢，你不能为了有装备而死命的刷钱，对吧？那个浪费了自己的打架时间，浪费了自己的黄金的能力啊，这个反而是有点亏的啊。咱们就今天通过这期视频啊，讲一下类似像亚巴顿这种没有太强刷钱能力，但是打架能力非常出众的英雄啊，到底该怎么玩？好吧，咱们来看一下啊。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亚巴顿这个英雄，这个英雄可能很多人很久没有玩过啊，防止啊很多人没有玩过，咱们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命石就带这个就行了。另外一个命石数值太低了，另外一个命石就是说是周围有单位死亡、英雄死亡、小兵死亡会减少他这些技能的 CD， 而且减少那个 CD 有点少，我记得英雄是减4秒，死一个英雄减4秒，死一个小兵减0.2秒吧，我记得这个数值太低了啊，这个不厉害。这个比较屌，就是说是现在这个无光之盾就变成了这个叫毒物护罩啊，它就不像过去是敌人打他，然后那个盾就是一直吸收伤害，等把伤害吸收满了，嘟啊就炸了，对吧？然后回馈给那个敌方单位。这个现在是实时回馈的啊，就实时回馈，然后只不过是回馈75%的伤害，这个是很厉害的，它可以一直向外扩散那个一个范围的一个 AOE 啊，这个伤害其实还是蛮高，很可观的，并且这个技能依旧是拥有一个强驱散效果，十分高贵的强驱散。这个DOTA 2这个游戏里面拥有强驱散技能的。就效果的技能真的不多啊，这个太厉害了，对吧？所以说你像对面的这个什么兽无物突过来，对吧？把人一举，你一个盾往上一挂，强驱散就没了。不是，就那个控制就没了，是吧？那个反正就是一切的控制啊，包括就是普通驱散都能驱散掉的技能啊，都可以给这个队友上或者给自己上啊。当然给自己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已经被控了，技能放不出来。但是给队友上的话，就是你稍微打一个反手，就比如说蝙蝠这种，蝙蝠这局是队友，蝙蝠兽王这种是队友嘛。他非常讨厌亚巴顿的兽王这种靠大招吃饭的英雄啊，我那个就是一个大招，比如说3号位兽王啊。然后跳过来一吼是吧？你啪一个盾一解，哇，直接一头包啊！或者是蝙蝠这种跳过来一个拉，你一个盾一解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恶心人啊。只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盾的施法距离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盾的施法距离略近是吧？然后看看这个小绿圈啊，这个小绿圈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如果你想打辅助亚巴顿的话，这个为了去帮队友解这个第一时间解这个控制啊，你是需要出一个以太。或者说是跳刀的，跳刀加以太，其实就是变相的为了延长无光之盾的这个施法距离，你可以躲得远远的，对吧？然后打起来了，大哥被控了，是吧？被动先手了，你跳过来一个盾啊就解掉了。然后打大哥的话就无所谓了，打大哥的话，这个盾基本上就只给自己套，让自己冲锋陷阵的。这因为这个盾的 CD 比较短，14、12、18，只有8秒的这么一个 CD， 然后再加上他自身的这个持续时间，打团战的时候可以一直给自己套，是吧？然后必要的时候给队友救一下，因为你毕竟是大哥，一旦你进场了，你就不要想着说什么再出场，因为亚巴顿这个英雄他的机动性是比较差的，
纯靠用脚走路，没有那种高来高去的技能，是吧？所以说他要靠这个盾一直让自己在战场里面获得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生存能力。然后这个先天技能啊，就是凋零迷雾这个技能，简单来说就是减治疗的。就减治疗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如果敌人的血量低于40%了，然后他的所有的跟治疗相关的东西都会被降低35%啊。然后这时候他配合蝙蝠的这个叠油啊，然后打了很高的伤害，伤害来源就是这个2技能魔霭诅咒啊。这个技能它是有减速的，砍敌人一刀，敌人会减速10%、15%、22%、15%，是吧？然后并且呢会受到一个持续伤害。每秒是15到45的持续伤害就挂到敌人身上了啊，就像现在这个兽这个样子，砍一刀就变蓝了，是吧？就减速了，然后会受到持续伤害和减速，并且呢，攻击被减速的这个敌方单位，所有的队友包括他自己都会有一个攻速加成，然后蝙蝠他自己这个叠油也是有一个减速的嘛，对吧？然后所以说这个双减速打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在对线的时候其实是很猛的。当然兽是有位移，但是他那个，比如说他就不敢乱突了嘛。神域这种英雄也是很恶心，他被砍一刀就走不动了。这个打一些笨重的英雄，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在线上。所以说他为了贯彻这个思路，前期也是先补了一个这个腐蚀之球就是加这个25攻速3护甲，配合这个技能也是有攻速加成，亚布顿的基本的攻速就有了保证了，并且这个毒球的减速配合这个魔霭诅咒的减速，再配合蝙蝠的叠油再叠一层2层油神域是给自己上了个1技能，但是没有用因为神域这个英雄咱们说的，他是一个笨重的英雄，像冰魂呀、神域呀，对吧？这种并没有强逃生技能，你有控制的话也必须是硬控，软控是没有用的。你像神域这个1技能气运之末，对吧？他就算当时把亚布顿缠住了，亚布顿为什么不给自己提前套这个盾呢？就是他在等神域，他在砍到神域的时候，神域肯定会反手一个1技能打，然后他先被神域缠绕到了，再反手给自己一个盾继续追，这样子一来的话，就可以保证神域无论是放还是不放，都可以被亚布顿一直追着砍神域就没办法了。所以神域这2波要是我的话，我就不来了来了也是没有用，来了你在线上都站都不敢站，被蝙蝠骚扰一下就得往后跑，因为亚布顿冲上来的话，他跑不过亚布顿这个亚布顿现在马上相位鞋了。有了草鞋之后，本来神域就跑不过他，因为现在神域没有草鞋嘛。你看神域到中路搞事情去了，对吧？因为下路站不住了。然后现在亚布顿杀了几个人之后呢，他的相位鞋肯定也好了。这个高手对于这个经济的预判肯定是有的，就知道相位鞋搞好了。这么一来的话，就末日了，就有了相位鞋冲上来砍一刀，就是说只要他能够挂1刀减速，基本上神域就等死了。这个线上是已经被打崩了。就游戏刚刚开始6分钟然后线上就已经大优了，这就是亚布顿这个英雄的混线能力，对吧？对线的时候实力是非常强的。他打大哥是个概念，但是打酱油的话就不要这么打，打酱油的话就是大变人打酱油的话就是1-2对点，打大哥的话就是2-3对点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因为1技能这个技能虽然说性价比很高，但是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它这个技能是有一个明显的抬手和一个攻击动画的，就是抬起手来突一套大便甩出去，再把手收回来，然后才能砍下一刀。那个对线的时候是厉害，但是它反而在后期是怎么说呢？是降低亚布顿输出的，因为亚布顿这个英雄，他如果是打大哥的话，他肯定是靠平砍来打输出的嘛。他出了一身的那个输出装，然后攻速又快，攻击力又高。你打团的时候，你抬手把别人甩一条大便的这个时间，可能都够自己砍2刀甚至3刀了，对不对？这个反而是降低了自己的输出。所以说亚布顿打大哥的时候就不升这个技能，索性就不升了，一点都不升。如果你要升的话，就是加一点或者加一点来打对线，因为1级的性价比很高。看下这波升完一个大招，吼到了水人，追着砍。水人一个波走，但是他自己身上还有10格这个魔棒跟这个莲花，大招一开，大招都应该知道吧？回光返照就是敌人打他加血，兽缠住他就只是为了让他不要跑。这边是吃下魔棒，再吃莲花，疯狂的往后逃窜，但盾还有5秒钟被蝙蝠炸了一下，蝙蝠这个炸非常的关键对吧？被敌人击退，然后他自己还可以不用走，还可以有一波返场的能力，或者给队友套盾。然后这个时候大圣下去感动大圣的手，可以给大圣解盾就是这样的。他那个吃了水人的一个力量晕然后给大圣一个盾解掉他那个眩晕的状态。好，然后通过传送门传到上路，打完了这一波，再来到下路继续刷他的钱。你看他这一局就打得非常的主动，对吧？亚布顿他就是或者亚都不是亚布顿，都姓亚。然后那个他在玩一些刷河的时候，如果是对线优势了，他一般来说都会在这个时间点把自己的基础装备
那个通过刷钱就是刷线刷野或者进野地，对吧？然后打钱。刚才他是打得非常主动啊，主动去早早的帮队友打架，其实就是因为亚布顿这个英雄特性，前期有了大招是吧？然后再加上这个2、3技能的这个威力啊，对打架是非常非常猛的，有机会多打打。然后下一件的话要出这个玩意儿，就是法师克星啊，因为法师克星的话，它是有个持续伤害的嘛，它这个总持续伤害叠加起来是很高的。你像这个各种持续伤害，这个无光之盾给自己套了以后，敌人的任何伤害打到盾上啊，或者蹭到盾上，都会有一个伤害的持续输出反馈啊。魔铠诅咒有一个持续伤害，对吧？然后这个有一个比较低的持续伤害，再加上这个法师克星的砍到人身上那个持续伤害啊，当然亚布顿也可以变得更肉，属性也好。然后这种各种持续伤害的技能堆叠起来，在前中期砍人是很疼的。所以说，那这么一来的话，你的这个天赋啊就非常的好加了。10级左边是无光之盾，就这个2技能提供生命恢复；右边是魔铠诅咒减速，肯定点这个魔铠诅咒减速了，砍一刀敌人就走不动了。然后15级的话加50魔铠诅咒伤害，现在本来是砍一刀是加45，然后现在加了这个15级的天赋之后，砍一刀就变成95了，哇，这个就好离谱，好吧？然后20级的时候就加这个100回光返照献祭伤害，然后这个100回光返照就是你开大招的时间内4、5、6秒，然后就能打600的团队 AOE， 哗哗哗一直给敌人造成伤害，这个总伤害量其实是很高的啊。然后这个600的 AOE 啊非常高。然后中期开始你还可以再出个辉耀，哎，是吧？就是因为亚布顿刚才说了嘛，刷的比较慢，你看砍这个对啊，就是3销售砍了10来刀才把它砍完，这个就打得比较慢，这是他说的最大的问题。亚布顿这个英雄啥都好，哎，我太喜欢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刷钱太慢，哎，就是别人3组野都刷完了，他可能才刷完1组野，因此他的问题就是刷钱慢。但是呢，所以说咱们可以出个辉耀，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辉耀我不太推荐太早出，甚至裸辉耀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裸辉耀。就是亚布顿这个英雄，他香味鞋是一定要有的。你没有香味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行那种追着人砍的运动的嘛，因为他要追着人砍到第1刀，然后减速之后持续的输出，香味鞋是必须要有的。这个腐蚀之球又跟他很搭，腐蚀之球香味鞋啊没有问题了。然后在路人局中，如果你前期很肥，对吧？如果你前期很肥，然后你就可以考虑出一下辉耀。但是如果什么，就说是你觉得这个局势比较紧张，需要你打个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看这波神域可能又被砍死了，哎呦，这个好难受。不过他自己有点小危险，他在等盾 CD， 不过被受踏死了。然后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大招的一些用法。这个大招的话，它是有一个就是400点生命到达这个临界值之后自动启动的这么一个机制啊。这个我之前视频应该讲过，咱们再讲一下吧。就是这个低于400点之后自动启动，但是呢，你也可以手动启动。你注意底下有个驱散类型强驱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手动开是可以在被控的情况下直接把大招点开的，就跟那个A 杖谁来着？哎呀，我一下脑子短路了。就是A 杖拍拍，对 A 杖拍拍，就是 A 杖拍拍，它出了以后不是那个激怒就可以在被控的情况下直接手动开起来嘛？你是 A 杖拍，你咔被猛犸一脚踩到了，你直接大招一开呼就行了啊！亚布顿这个大招也是同理。就说是你被敌人打到了，你也可以手动开这个大招啊，让自己的血量不要掉太多，因为有的时候敌人会控你的血，你知道吧？就比如说对方各种控制加爆发把打到你身上，你非要等到400血再开大，那敌人不打你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很难2次返场了，因为你自己治疗能力比较差，你就比较难2次返场。这个时候呢，你吃到一个伤害，看着敌人的关键技能打上来了，或者说一些关键技能弹道在飞的时候，你啪手动一开，然后就顶上去打了。对吧？就等于说敌人第一波对你的控制无效化了啊，这个然后能让你一直输出，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好，给自己一个盾去掉那个蓝胖的那个减速啊，他很细节，还会是摸了一刀塔，因为他摸到塔的时候，他也会中这个魔铠诅咒这个 debuff， 就是队友攻击塔的时候会有个加速效果，所以他临走的时候还摸了一刀塔库，然后让队友推塔数推得快一点。然后自己你看这个打法完全就是跟他之前的刷河的打法完全不一样，对吧？这一局。所以说亚布顿他还是前期的话，有条件了啊，就像这一局有条件了，就是把这个打架装布嘛，然后再出辉耀。你看他现在是有了这个香味鞋、腐蚀之球加这个法尔克星啊，是吧？都有了一些基础的装备之后再去打架。因为亚布顿这个英雄他缺的东西，如果是作为大哥的话，你又不出秘法鞋，对吧？而你这个2技能是有了就用，因为他带线，他也全靠2技能了，就是有一波兵线过来，你是要迎着兵线上去。顶着兵线的，
然后把这个盾给自己一套。这个时候小兵打你，小兵就会吃到这个他们自身的那个伤害的回馈，对不对？等于说你顶线打野都要靠这个技能，一直放一直放。而这个法师克星呢，它又能够给你增加10点的智力跟每秒2点的魔法恢复，那回蓝就跟得上了。所以说香味鞋、毒球、法师克星，而并且刚才说的法师克星，它不是有一个每秒25点的伤害吗？毒球秒伤啊，这个法师克星秒伤，魔铠诅咒秒伤，这个无光之盾的反馈伤害，再配合天赋的这个50魔铠诅咒的增伤啊，15级左右的时候你就特别的猛。这3件套是非常就是适合亚伯顿的3件套。有了这3件套之后呢，就算啊，就是咱们就说，就算你刷的慢，打架也是非常凶的，而且能给你提供一定的续航。建议出啊。然后之后呢再补回药是吧？然后给自己中后期做一个保障。好，给自己套个盾，解一下减速，什么神域的缠绕呀、刚被兽的鼻涕啊、蓝胖的那个各种技能啊，都是无效的。好，追着砍就行了。你看这一波他就是直接是手动开大，对吧？就是说他自己这个盾掉了以后，不要让自己吃到太多的伤害，这个思路大家一定要学。很多新手就觉得，哎，我有大招，我就等那个对方把我打的大招自动出来了嘛，对吧？我就多一条命，那他不打你咋办？就像刚才一样，他又是被鼻涕减速，或者说是他在盾那个 CD 的状态下，他这个盾 CD 了，吃到了蓝炮的燃烧瓶减速，他是可以扔到这个盾上，然后减速你的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有鼻涕减速了，燃烧瓶减速，你砍不到钢背了，你就直接把大招开了，然后吃到下手的时候盾又好了啊，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思路就是，如果你盾已经被打炸了，然后你身上的这个无光之盾，进入 CD 的状态，你马上要吃大伤害的时候，你也可以手动把大招开，然后就是保证自己的一个。持续作战能力一直都是满血啊，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无法动你的。好，先砍第一刀，他用那个小狗头是在卡位啊，不过砍到第一刀他就必死了。哎，这边是神域把大招给自己交了，那稍微往后撤一点。好，这波他跟大圣是追的有点深啊，想打神域，然后被对方一堆人反蹲。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Di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好，先把圣者遗物挂身上啊。由于这局打得比较凶，然后给的压力也很大，是吧？然后经常是干扰，就像一开始去上路干扰了一下水人，然后水人的塔也被他刚才那一波支援打破了。破了以后呢，水人失去了一塔的屏障，然后队友也是在一直打架，压力很大。水人打架环境不是很好，所以说水人刷的也不是很顺畅，就跟亚布顿只有1000块钱的差距。好，这波是想上去给队友盾啊，但是。盾的施法距离有点过于近了，然后钢背兽是绕到后排切掉了光法，开大招，向后拉扯一波，他这个盾还有2秒，他可能要死了这波。啊，水人是变了亚布顿啊！这个水人变了亚布顿之后还是很猛的，因为那个亚布顿的大招反正是一个保命技能，然后输出技能全在2、3技能身上了，是吧？然后水人变了亚布顿给自己套盾疯狂砍，然后就相当于有一个波浪形态啊，有一个切入技能的亚布顿啊，那个太猛了。啊，不过他的这个辉耀也马上好了，差1000块钱。也不能复活。来到野地，因为中路就漏了一个神域，然后边路其他的人在哪里暂时看不清楚。像这种情况他就打得比较谨慎，没有第一时间就是上去顶线迎线呀什么的，因为周围也没有太多的队友。好，这时候地图是黑的，对方有可能是开悟了，有可能开悟了。看一下。哎，这边是水人漏了，
你看亚布顿说的啥？就说这一波其实是有点小危险的，好在是有个光法蹲了他一下，然后用了一个那个炸，把对方人炸开，给了一个致盲，然后也是把亚布顿大招打出来了。这个其实就跟打骷髅王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吧？就跟骷髅王一个道理。然后呢，就说是你有大招的时候，对方打你的话得打2波啊，因为第一波肯定是打不死你的，你至少能够在有大招的情况下，大招不是4、5、6秒吗？是吧？4、5、6秒对，然后至少能够活个6、7秒吧。因此呢，对方过来打了一波，这个时候不过但是把对方的信息打出来了，信息打出来之后，知道对方的人大部分都在下路，比如说亚布顿果断的通过传送门来到这边打盾，蓝胖是感觉到一丝不妥，过来瞄一眼啊，结果就被蝙蝠拉到了。哎，这边水人落地，不想让对方打盾，蓝胖买活吧？这波蓝胖你不买，队友都打起来了，这波是真的要打了。给大家说一下，这波其实如果作为酱油的话是要打的，是要买的，因为这波是已经是必打的了，你不打盾就是亚布顿的，对吧？这波是必打的，所以说，对那个该买就是要买，不能省。然后夜眼方也是应该就是等那个蓝胖买活了再打，不买活的话就是拉扯骚扰为主，不要像刚才那么硬顶上去打，那样是很伤的。啊，因为大圣好像是有个散尸，在散尸的这个帮忙之下，大圣那个派对熊走，什么派对熊，刚被兽走不动路，然后也是被打没蓝了。刚被这个英雄一旦没蓝了啊，就是没有任何战力了。好，大圣也是一直在尾行，哎，跟着这个刚被兽走，给大圣一个盾，然后减速一下，解一下减速。这波对方阵亡了3个人，正好20分钟啊，也打到这儿，来了是吧？顺便的把这个魔晶打进。好，回药之后再出这个分身斧，因为亚布顿现在是一个这个全才啊，他不是力量英雄了啊，就是再给大家说他是全才啊，然后他所以说他出这些能够增加属性的装备啊，对于他的成长来说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再加上他是全才，越往后期打他这个攻击力越高，是吧？亚布顿他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能砍人就行了啊，能砍人的英雄就要攻击力就行。现在他在刷这个夜叉，咱们随便说2句啊。那个时间比较无聊，就说这个回光返照这个技能，它是一个技能，所以它怕沉默啊，这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对不对？它是技能，敌人沉默点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是不能手动开的。因此，你想打亚布顿的话，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个蓝猫飞过来，紫苑点到亚布顿上，啪啪打，然后在这个时间内压亚布顿的血，亚布顿是必然会被打到血量临界点400的时候触发的。触发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被动。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大引刀，把它砍一刀，被动就没有了。也就是说，400点之后，它不会自动触发。于是乎，它中了紫苑，或者中了任何一个沉默类型的技能，再加上大引刀的后移动啊，这个大招就失效了啊，因为主动不能放，被动消失了啊，就暂时失效，你就可以把亚布顿满血直接摁死啊。这是大亚布顿必须要知道的一个技巧。因此呢，队友之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出莲花。或者说是大风杖，类似这种能抬一手的技能是必须要有的。然后来阻止对方刚才说的那一套 combo 的实现的可能性啊，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好，这个亚布顿它主要就是移速要快嘛，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要能砍到敌人第一刀，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解。所以我看很多新手在玩的时候喜欢先出个连击刀哦，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用，也就是说是出个连击刀它并不能增加你的机动性，对吧？然后打前速度其实也就那回事儿，因为它打前速度的话，也就是有个回魔也还行吧。它并不能增加机动性，不如这个相位鞋啊，然后再配合这个夜叉，是吧？当然夜叉也都是比较后时间出，就给大家说一下啊，就太早出那个道具，其实对于你的输出提升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它不像过去啊，咱们就说我知道重点哪了，我自己说自己的把自己绕进去，
就是过去的亚伯顿，它的这个被动是要打4下，然后就能嘣爆开，爆开以后会有一个沉默，并且有一个强减速，对吧？然后那个过去是这个技能，你们还记得吧？所以说很多玩家有那个思维惯性，现在还想出这个连击刀，现在不用了，现在是砍第1刀就有减速了，所以说是不用像过去一样走那个连击刀了，没有意义。过去是连击分身，然后反正就是啪一开，然后跳刀跳过去，啪，直接把人砍出沉默来啊！过去的亚伯顿是这么打的，现在没有必要，现在砍1刀就有效果了。好，这波带大圣带盾，但是大圣的人是在上路啊，所有的人在下路集合，蝙蝠大圣在这边，给一个压力，因为他们知道亚伯顿第一时间肯定是死不掉的。让对方掉以轻心，然后把一些关键的人漏了之后呢，对方上路的人肯定就会觉得，是可以带线的时间，于是乎大圣跟蝙蝠就有机会去抓人了。果然打起来，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是完全不守啊，然后所有人都是推出来，然后是想把上路的兵线推过去，因为他知道现在这波的时候，天威方是很有优势的，并不打算在这个时间点跟对方打。然后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所有人都集中在上路，然后集中把上路兵线先推出去再说，下路就守高地。这波光法好像是拉的有点早了，然后亚伯顿用 TP 踢回去的是吧？然后那个光法是直接拉，结果呢就是拉的有点早，他本来。慢一点，他是能够把那个中路兵线推上去，然后再让光法拉回来的，形成一个战略的一个转移。好，继续顶中路线啊！对方现在明显是拿这个成型了的亚伯顿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吧？然后你看这个亚伯顿出这个分身斧，也有刚才说那个道理啊，就是刚才不是说亚伯顿打大哥的时候最好有个莲花。这个分身斧它也能解沉默嘛，也就是说对方你出紫苑了，我一样可以分身斧把这个就沉默解了，是吧？然后照样能够继续打输出，也是这个道理啊。并且现在就是全财亚伯顿，然后你是可以通过分身的这种这个高属性来给自己加超级高的攻击力的啊。大家看里面这个大招秒开，就是刚才兽把大招放了，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兽大招是 CD 了，就兽那个抬手刚抬起来，把亚伯顿刚举到空中，还没落地的时候，砰就一个秒解。然后这样的话，他就是可以不被对方打掉任何的血，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是，被打残了啊，然后没有能力返场了，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血量的一个健康。我看下兽王啊，兽王的话，大绿鞋统一头盔啊，其实亚伯顿特别喜欢祭品这个道具啊，特别喜欢祭品。就是如果兽王出一个祭品，亚伯顿会很开心的。或者说这个3级道具啊，现在这个2级道具他拿的是这个寒铁钢爪嘛，如果3级道具有个骑士剑的话啊，那就爽歪歪。他现在就缺一点正面平砍吸血的一个能力。有了辉耀之后呢，这个分身啊。辉耀分身带线刷钱啊，这个咱们都是老生常谈了，是吧？刷的非常爽，带线能力也很强。然后他在等光法拉啊，因为有光法在的话，每一个大哥的机动性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不怕那个 TBCD 是吧？你可以随便飞。好，光法开拉了，然后大圣直接开团。好，亚伯顿落地开砍。这亚伯顿打架就一个思路，什么能打到谁打到谁啊！你看他这波是非常果断，对不对？看见对方要想来救刚位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直接把大招开了，就是不给你任何机会压我的血线。我打完了以后盾是吧？先打盾掉了，然后大招打完了盾又好了。
然后呢，队友再抬几手，然后打完第一波架的时候，对方捡完第一波人还是满血啊。这个思路大家一定要学，千万不要把自己说，哎，我有大招，我有400血免死啊，打的就剩400血，没有能力返场，这个就不好，不厉害了。啊，摧枯拉朽般的，因为他这个3技能是可以给队友加攻速的嘛，对吧？这个打塔特别的快。再配合兽王的这个大绿鞋战鼓一开，咚咚咚咚咚咚，然后队友还有大勋章啊，这个亚文的攻速已经开始鬼畜了。啊，盾好了就给自己套，盾好了就给自己套。这个时候对方打的所有伤害都是可以被，都是可以被反弹的。这波有点危险，要死了，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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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了！不过身上还有个盾，然后队友抬了一手。队友是给他喂了莲花还是什么？就感觉血哗一下抬了好大一截。好，继续反场，这时候有大招了啊！这个大招又打不死了，完了处理不了，变成个怪物。好，大招一开往上顶。好，游戏结束了。这时候雪人虽然说变了个亚布盾给自己套盾啊，也是没有办法。第2波的 CD 还有很长啊，这波打完29分钟，游戏结束了。这个亚布盾他这个英雄其实就是不管是打1还是打5，其实都是很强悍的。但是队友的话，最好有一些开团能力和控制能力啊。这个当然是废话，你打什么大河都希望队友有开团能力、控制能力的。就这个英雄很厉害啊，大家可以学会了绝对不亏啊！因为什么版本的亚布盾它其实都是路人局中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英雄。今天通过这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亚布盾这个英雄的威力，是吧？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